在我以前讲解维度的视频里，我都有提到过限制性思维，它的局限和问题。它是我们意识扬升过程里一个巨大的阻碍。今天这一集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限制性思维，还有它是如何一点一点渗透到我们的生活里，去妨碍我们最大限度化的体验生命的无限可能性和丰盛性的。到底什么是限制性思维？顾名思义，就是任何在我们思维上设限的模式，从而让我们无法最大化的去实现我们内心和灵魂的最高意义。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很多人都觉得生理年龄是一个极大的限制，在一定的年龄内就必须要完成一系列的事情，像是一键3连的工作、结婚、生子，或者说过了一定年龄就不能够再去尝试一些事情了，例如上了年龄就不能再去探索新的领域，或者学习新的技能。这类限制性思维在不知不觉中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紧迫感、焦虑感、无力感，还有束缚感。它好像就是一列飞驰而过的列车，你一旦赶不上，你就永远被抛在了下面，要么就是你已经在这列车厢里行驶了太久，如果下车你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因为这个限制性思维的存在，很多人去做了和自己内心背道而驰或者并不感到满足的选择，要么就是完全放弃去选择的权利。在三维的层面上，可能算是完成了社会给制定的各种里程碑，或者是根据约定俗成的社会观念循规蹈矩地过完一生，但在心灵的层面却很难体会到真正丰盛和自由的感觉。如果我们把人生当作一场游戏，当你在某段剧情里赶不上一辆列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命运想让你另辟蹊径，然后去选择更独特有趣的道路呢？或者当你在一辆列车上坐了太久，已经形同鸡肋，内心其实非常想去看看车下的风景，但又恐惧改变带来的不安。这种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勇敢一次，去打开新的可能呢？这里只是具体描述了一类型的限制性思维，但是在我们的三维世界里，这种限制性思维层出不穷。最常见的一些就是我还不够瘦，我没什么才华，我不值得被爱，失败是很糟糕的事，我没有时间去追寻我的梦想，如果我做真实的自己就会被评头论足，我做不了某些事，因为我太老了，或者我还太小。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式各样的限制性思维？这和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熏陶，耳濡目染的媒体和社会评论息息相关。在三维生活的我们，从小就是一直被告知，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应该做的，这是不应该做的。这其中真正独立思考的机会其实少之又少。因为你一旦跳出这些集体的意识来生活，难免会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社会压力和不被理解。所以随大流和打一手安全牌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这个没有好坏对错，只要是和你内心真的符合的，其实这么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你直觉里感觉到他们其实是把你困住的，那可能需要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些思维，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扼杀你灵魂需求的元凶。我们要记得，高维投射到低维，就是你的思维的念头影响你的情绪，然后你的情绪再操控你在三维的行为。当你觉得你的身材还不够好、不够瘦的时候，这个念头导致了你的身材焦虑的情绪，从而影响到你每天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健康的节食习惯。这就是限制性思维如何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里让我们慢慢作茧自缚的过程。遇到这些限制性思维，怎么去破除它们？第一点还是觉察，做你的思想和行为的观察者。你可能会在一些领域有很明显的限制性思维，无论是关于爱情的、金钱的还是事业的。每当这些限制性思维出现的时候，可以看看自己升起那个思维的时候的个人滤镜是怎么样的，然后去观察在同样的事情上有没有人和你的观点是不同的。
当观察了一段时间，熟悉了这些限制性思维，还有别人可能拥有的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可以尝试去敞开心扉，接纳和吸取一些新的看法，让这些看法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你的潜意识里面，最后让这些新的见解引领你在每次现实生活中遇到同类的事情的时候，去做一个新的选择，或者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觉得自己不够有才华的，可以去观察对才华的定义。可能以前你觉得有才华是类似于舞蹈、绘画、艺术此类的东西，但当你发现你可能煎蛋的技术超群，每次煎出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的时候，你内心都会升起满足感。你可以潜意识的去强化我是这样一个有小才华的人，并去享受这个才华在未来每次带给你的那种丰盛感和满足感。当你改变了对才华的限制性思维之后，你甚至可以在生活里去发现更多新的特长，它们可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它们叠加和不断扩展之后，一个有趣的灵魂不就诞生了吗？最后我想说的是，生活本来就是具备无限可能性的，我们既然活这一次，就应该活得尽兴，玩得开心。谁说生活就只能有一个版本？我们既然是我们自己实相的创造者，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谱写属于自己的剧情。如果所有的选择都有好有坏，那其实怎么选也不会错啊。那为什么在每次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去走一条以前没有走过的路，看一看没有领略过的风景呢？然后分享一句自己很喜欢的话 ：The beliefs that got you to where you are today won't get you to where you want to be tomorrow. Your beliefs must, therefore, change with the times.